说这个575万啊，那这车是什么定位啊？这个车的定位啊，它比500万高一点啊，又比1000万低一些，所以呢，这个车的定位应该就是高于理想 L9，又低于问界 M9。学会同学可以打一波6啊。当当了当当啷当当当了当当当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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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嗨，大家好，我是南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节目。过去一周里面发生了很多好人好事，让主播逐一替你表扬表扬。看见我就意味着你又长了1周岁啊！如果觉得我们说的好玩啊，可以把哈哈哈打在弹幕上啊；如果觉得主播又瞎编，可以把圆周率后15打在弹幕上。咱们现在开始。首先呢，我还是照例来表扬苹果。那 iPhone 15呢，将会有哪些新的卖点？咱们之前聊过不少了。那最新的还有一些新的爆料出来啊，比如说在镜头的部分将会引入别人家已经做了好几年，但是苹果一直没做的潜望镜式镜组。关于这条消息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啊。目前的苹果在长焦端确实还是有点短板。一般来说，咱们一和友商来做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往远处拍的时候，苹果通常有点拍不清楚啊，就和我一样吧，有点近视眼。但这次加了潜望镜组的话啊，应该就会变得更重了啊，不是，应该就能看得更远了。目前的话呢是3倍光学变焦，未来呢可以有望达到5倍或者是6倍的光学变焦。但是你需要知道啊，它肯定只在 iPhone 15、16的 Pro Max 上面才会有这项技术。真讨厌啊，又逼着我买最贵的。其实啊，我就想关心一下啊，你加强镜头我是不反对的啊，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 iPhone 的鬼影干掉啊，那我就买爆。除了镜头组之外呢，在侧边按键这儿啊，咱们也之前详细的报道了，它会有一些功能上的改变啊，比如说从原来的波动按键变成了点击的按键啊，也就是说，哎呀，这快10年的功能按键啊，变成了你能点。那有同学会聊的，那代价是什么呢？啊，代价呢就是功能更丰富了啊，这是个好消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未来的拍照过程当中啊，侧边按键能够实现更多的功能啊，不只是说我啊，它可以自动对焦啊，轻按，还可以点击进行拍照，还可以重按变成拍摄视频，是不是？你看这功能一下就拓展了嘛。咱们再拓展点别的啊，假设说侧边这儿能干别的，那我就按一下啪啊，是吧？是点亮啊，再按一下啪，或者长按是关闭。想象一下啊，如果我们把摩尔斯电码引入进来，啪啪啊，摁2下，我已就位，啪啪啪，敌方已埋包啊，啪啪啪啪啪，所有队员跟我一起冲，啪啪啪啪啪啪啪，是吧？来吧，同学们啊，大家觉得 iPhone 15如果侧边引入啪不是引入咔咔咔这个按键，还能实现什么功能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好了啊，看完了好消息啊，咱们看点坏消息。没有任何调侃的意思啊，真的是坏消息啊！啥意思呢？根据最新的外媒报道啊，苹果的 iOS 17，也就是6月份即将发布的这个全新的系统，将会支持应用侧载啊，以符合欧盟的规定。有同学可能还不太了解什么叫侧载啊。咱目前的话呢，绝大多数的用户使用 iPhone 都是在苹果的官方商店进行安装的，对吧 ？App Store。但是如果一旦支持侧载的话啊，那就意味着呢，苹果可以从第三方的商店里面，比如说你从网页上下载软件、下载程序，这就是变成了苹果官方支持的功能了啊。当然这是欧盟要求的。来问大家一下，你是否支持苹果从第三方软件商店里边随意去下载软件啊，随意去修改系统呢？如果啊你想要苹果官方自己的商店啊，打个1；如果呢你想随便下载软件啊，打一个3啊。看一下同学们弹幕，你会怎么选择呢？当然两方面的观点都有啊，但是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啊，我这么多年以来还用苹果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确实是自己的商店里面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什么广告啦、诈骗啦，稍微少一点点才用它。一旦你未来支持了第三方商店，那我还买 iPhone 干啥呢？所以库克啊，你给我顶住！有的同学可能还不太了解啊，说装就装呗，从第三方软件装，那不是挺好的吗？多方便呢！你有没有想过代价是什么呢？给你看一张图，哎，经常用电脑的同学应该对这个图不陌生，是吧？之前咱们要想下载一个纯净版的电脑操作系统，纯净版的 Win7、Ghost 版的番茄花园、深度测试的雨林沐风啊，可能不玩电脑的同学对这些都不太了解，是吧？如果这项功能真的实施了的话啊，你可以预见一下未来，那就会出现各大网站各种各样的全面的下载。朋友们啊，我们这里提供苹果 iOS 17雨林沐风深度强化版，我们还提供苹果 iOS 17番茄花园优质镜像版，我们还提供苹果 iOS 17深度技术64位简化原装版。完了，想想就要炸裂了。
本周啊最重磅的机型呢，当然是小米的13 Ultra 上市啊，这个产品万众期待啊。先问大家一下啊，你看完发布会之后，满分10分，对于这个产品你打几分呢？对于它定价5999元起的这个价格啊，你是否满意呢？觉得低了打个1啊，正常打一个2，高了打一个3啊。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连续2代产品啊，小米的产品呢都来到了5000元以上啊，希望是能够稳坐在高端这块啊，希望小米能够冲击高端成功。至少从过去的12代 S 啊到本代啊13 Ultra， 应该说呢市场的反馈啊，至少是初期反馈都是不错的。但是呢，来到高端啊，你这个价格就比较贵了，一个产品你万一坏了的话，是吧？啊，掉地下咔磕了，是吧？大家肯定会比较心疼。那相应的保障措施就得跟上了，比如说苹果有 Apple Care， 那小米这块呢也会有相应的服务，咱们一起来瞧一下。我们知道啊，苹果的 Apple Care 的话呢，官方保护啊是648，有碎屏险啊，类似这样的功能。大家觉得小米定在多少钱合适啊？我们公布答案啊，小米定的答案是699，怎么样？终于超越了苹果。等会儿啊，先别着急吐槽啊，这是写的很清楚。小米13 Ultra 2年全面保障，定价啊699啊，应该说呢还是很便宜的，是吧？可以啊，里边包含多次碎屏保修，买了我就往地下摔。跟我们同事说一下，咱也买一个小米的这个2次碎屏险，买完了咱就做碎屏测试啊，看看谁结实。当然啊，有同学说那我是小米的其他手机，我也想摔，怎么办啊？那可以啊。没问题，你看这儿，小米的米 Care 啊，还推出了其他版本的机型啊。当然，如果你的价格比较便宜啊，那相应的也会比较便宜。来问大家，你会给你自己的手机买这种或者所谓的碎屏险啊，或者是全面保险吗？会同学打个1，不会打一个2。刚才我们看到啊，说出价格5999元的时候啊，有的人说还行啊，有的人说偏贵啊。有同学会问，能不能更便宜的买到小米13 Ultra 呢？需要说明啊，一般产品呢新上市的时候啊，这个价格其实它不会就是说给你太多的一个水分，是吧？这个价格一般也就是做到份儿了。而且今年小米的定价相对于友商机型来说啊，这个配置方面呢还是不错的。而且呢，我还看到了很多同学的真心吐槽，是谁呢？就是之前买了小米13 Pro 的用户，感觉被背刺了，是吧？你定这个价格啊，没比我们这个小米13 Pro 贵多少啊，但是呢，这个硬件还增加了一些，你是讨厌啊。好，那么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主播传授你一个不传之秘，这个秘密一般人不知道是什么秘密呢？官方定价599，主播让你比这个价格再便宜10%买到它，你信不信？不信是吧？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怎么做到的呢？非常的简单啊，首先我们在各大电商平台去搜索100亿补贴 iPhone 14，注意看，有的说不对啊，这个 iPhone 14它不是5、6千元吗？你这怎么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啊，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100亿补贴嘛，100亿补贴之后啊，这儿补贴519元，你就可以以4899元的价格买到 iPhone 14，然后注意看下边的操作，别眨眼睛，你再用刚买到的 iPhone 14去购买小米13 Ultra， 这是啥意思啊？就是你在各大电商平台去搜索啊，你搜小米13 Ultra， 下方呢通常会有以旧换新补贴，那什么旧机最值钱啊？当然是苹果的 iPhone 14最值钱呢。用 iPhone 14去换购小米13 Ultra， 那么官方呢会有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再补贴你1300元。此时你用小米的以旧换新补贴啊，那么刚刚买到的 iPhone 14只需要再花599元，就可以买到5999元的小米13 Ultra。那么你花了多少钱呢？非常的简单，就是用刚才的4899元，再加上你这次补的5999元，最终结果呢就是5499元。小米官方卖5999，用我们的办法，你只需要花5499，是吧？一下子降了500块钱。觉得主播这个操作怎么样啊？学会的同学可以打一波6。所以啊，小米你不是不降价吗？小米优惠还得靠我们库克。继续来看好消息啊，本周微信迎来了重磅的更新啊，更新到8.0.36啊，这个版本有什么重点更新呢？啊，来看一下更新的内容。本次更新解决了一些已知问题，没了。这到底更新了个啥？在这儿呢啊，重磅更新。本次呢更新呢就是推出了 QQ 音乐，在微信里面你可以听 QQ 音乐的 VIP 歌曲。周杰伦啦，是吧 ？Taylor Swift 啦，是吧？你可以随便听了。为期大概是到6月30号啊，也就是一共2个半月的时间，抓紧听，是吧？好家伙啊，现在这微信是越来越像操作系统了，就像之前咱们 QQ 是越来越像游戏了，是吧？内置虚幻引擎，咱们微信呢内置 QQ 音乐。
我是不是装了微信就可以把 QQ 音乐给它卸载了？来问大家一下，你平常手机里边装了几个音乐软件呢？反正我被迫装了俩，一个 QQ， 一个网易啊。以后我就用微信加网易了。哎呀，另外咱们说像操作系统啊，那可不是随便说的。咱们一起看一看如今的微信多大了？大家可以猜猜，你觉得现在微信多大了？现在的微信呢，已经来到了600兆。回忆一下，想当年，2011年啊，微信1.0刚推出的时候是457K， 是吧？现在是600兆啊，这好家伙啊，600兆除以457K， 这些年呢，一共涨了1200倍，是吧？可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微信1.0的时候的外观样子？本周啊，车圈最热门的消息呢，当然就是上海车展啊，多款重磅新车的发布，还有冰激凌的发布啊。咱不废话，抓紧来看一看上海车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啊。首先呢，就是国产100万豪车仰望 U8啊，这预热时间可是不短了。之前呢，它预热的时候啊，我一直觉得这不可能有100万吧，对不对？它有可能说我对标100万的，但是我一公布售价啊，比如说定个70-80万了。大家伙一看，哎，100万车只卖70-80万，这多便宜啊，是吧？没想到啊，这比亚迪还挺实诚的，它真就定100多万啊，109.8万啊，仰望 U8 豪华版，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啊？觉得高了打个1，正好打一个2，便宜了打一个3。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仰望 U8啊，号称搭载了6大核心技术啊，包括神奇的E4方啊，就4个轮子单独的去控制啊，还有包括云辇以及刀片电池、超级车身、智能座驾、智能辅助等等。另外呢，内饰部分啊也进行了曝光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内饰部分啊是以豪华风格为主，比较像很多的传统豪车的感觉。看一看外观啊，看一看内饰，满分100分，大家给这次的仰望 U8打几分？看一下同学们弹幕。看弹幕啊，还是有同学表示说别的都挺好啊，就是你这个 logo 看着就不是那么的大气啊，就感觉不是那么的豪华。我猜很多观众可能也听到过类似的这个吐槽啊，觉得这个 logo 有点看不懂啊，不如海外那些豪华品牌那么大气。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大家觉得这个仰望的 logo 如何呢？我觉得啊，咱不能人云亦云啊，不能别人说啥就是啥啊，咱必须得自己来验证验证。怎么验证呢？没问题啊，主播现场给你展示展示。如果把比亚迪的仰望 U8 换成别的厂商的 logo， 它是个什么效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对比一下啊。如果你喜欢 U8 啊，仰望 U8 的这个 logo， 你打个1；喜欢右边啊，我们换了其他品牌 logo 的样子，你打一个2。咱们看一看啊，究竟哪个 logo 最适合仰望 U8？咱们把海内外各大豪华品牌的 logo 全都放在这里啊。好了啊，咱们全都看完了啊，不知道你觉得谁家的 logo 最适合仰望 U8 呢？最后啊，咱们给仰望的 logo 打一个分数吧。对比了一圈之后，满分100分，大家给仰望的 logo 打一个分数。本次的另外一大热点机型就是问界啊，问界 M9 由余承东带来。余承东表示啊，问界 M9 不会对比5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啊，而是1000万，是吧？我们要做1000万以内最好的豪华车型，全景智慧旗舰 SUV 啊，全尺寸、全智能、全场景。反正啊，看这个宣传图还是挺帅的。1000万以内最好的啊，库里南一看都表示瑟瑟发抖了。具体上市时间就是今年的4季度。那有同学说，1000万以内它到底是多少钱呢？是这样，答案是50到60万元。这就好像我跟别人介绍我的工资似的。老板，你年薪多少啊？我年薪不到1000万。那具体是多少啊？
那大家给问界 M9 估一个价格吧，你觉得最终的价格是多少钱呢？别的不说啊，目前咱们国产车型的这个价格确实是上来了。理想 L9 那是5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问界 M9 啊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本次呢，上海车展，劳斯莱斯也带来了旗下的首款纯电车型劳斯莱斯的闪灵。外观部分啊，我们简单欣赏一下。这样一个外观啊，满分100分，大家打几分呢？别光打分了啊，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定在多少钱比较合适呢？啊，咱也不卖关子了啊。劳斯莱斯新款全电闪灵定价在575万人民币啊。当然，可能看咱们节目里面不光都是各大车企的老板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圈外的用户啊，可能不太了解，说这个575万啊，那这车是什么定位啊？这个车的定位啊，它比500万高一点啊，又比1000万低一些，所以呢，这个车的定位啊，应该就是高于理想 L9，又低于问界 M9。学会同学可以打一波6啊。本周啊，最热门的车型啊，都不是上面这些，而是冰激凌。咱们从头来说啊，首先呢，在本次的上海车展里面啊，不少的老牌厂商呢都喊出了自己全新的 slogan 啊，全新的口号，比如说沃尔沃表示啊，新势力会的，我们3年就会了；我们会的，新势力10年都学不会啊。当时这个一出，那是引起争议不断。那同期呢，宝马啊 BMW 也说出了自己的口号 slogan，BMW 家在中国。这沃尔沃和宝马啊，这两边一对比啊，当时好多的媒体都表示啊，哎，你看这风格啊，格局确实是不一样。宝马还表示，家在中国不是挂在嘴上，而是刻在心里。当时啊，还有些同学不太了解这是啥意思啊。接下来新发布的车型，他就了解了。那这个图呢，我就不再过多赘述了啊。这两天呢，也是因为冰激凌事件呢，整个的Mini啊，陷入了巨大的漩涡之中。小小的冰激凌打败100年车企，不开玩笑啊，咱们直接来看结果。宝马迷你展台的事件呢，直接引发第二天宝马股价大跌了180亿。哎呀，180亿啊！咱就说买冰激凌啊，咱就算10块钱一根是吧，都可以请18亿人，一人吃一根。你说这冰激凌也太贵了。早知如此，还不如直接发冰激凌了。这个事儿呢，就是4月20号那天开始发酵啊。当时呢，就有各大厂商的 CEO、公关公司的高管啊来问我。说主播，这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啊，对吧？你看您是公关的负责人啊，如何处理这个事儿啊？这个展台啊，只给外国游客发啊，不给国内游客发，你怎么解释？那当天下午呢，我就迅速给出了解决方案。你就说啊，这个外国游客呀，是我公司员工，这冰激凌过期了啊，扔了怕浪费，所以就给他吃了。领导表示明天来上班是吧？来问大家一下吧，如果你是公关公司的领导啊，你该怎么处理这场巨大的席卷全球的公关危机呢？反正别的不知道啊，反正这个事儿呢，肯定是利好其他的车企。其他的车企，你们赶紧到现场去发冰激凌，是吧？免费发啊，一人发一根。特别是有一些车企，那车上可是有冰箱的，你就往冰箱里面塞满了冰激凌，是吧？来试驾就发，这波利好理想。你看这各大车企是吧？听了我的建议啊，都开始发冰激凌了。注意啊，我给出这个建议呢是4月20号的下午。第二天4月21号的上午，迷你中国发布了郑重的道歉，表示啊，我们确实留了很少的一部分给了我们的同事啊。大家看到那个视频里边的4、5个老外啊，就是我们的同事啊，他们还佩戴了胸牌。怎么样？觉得男主播啊这波操作满分100分，你打几分呢？所以啊，看咱们节目的同学你就长知识吧，知道吧？以前咱们经常给大家介绍看咱们节目的观众啊，基本上都是各大厂商啊500强企业的老总、CEO、老板，是吧？我这不是开玩笑的。还有同学留言说啊，主播你这个预测的很准，我这是预测吗？我这是出谋划策。咱们这些顶级的公关技巧，在别的地方都是收费的，看我们节目这都是免费的，还不赶紧给我们投2个币？还有弹幕留言说我现在不是 CEO 啊，我不是老板啊。看完我们的节目，你未来会成为老板啊 CEO。来看我们贾老板啊，贾老板虽然没有参加上海车展啊，但是我们没有忘了他。本周啊，贾老板继续发声，注意啊，是在国内的微博发声。9年冒险，9年磨难，9年不屈啊，我们终于来了首台量产车下线。但是呢 ，FF91啊，它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 FF91。那么 FF91它到底是什么呢？来问大家一下啊，大家觉得这个 FF91它到底是啥？它到底代表了啥？我替贾老板来解释一下啊。FF91呢，就是9年啊，就做这一辆车的意思啊，就做这一台车的意思啊，这还不明白吗？对吧？那你既然知道了 FF91是啥意思，那我问你啊，法拉第是啥意思？
啊，有同学表示法拉第啊，就是法拉利的弟弟啊。你看这学的多快，对不对？而且还有未来的是吧？未来就会交车，别着急啊。聊完贾跃亭啊，贾老板啊，那咱们再看看马老板马斯克啊。本周呢，马斯克的星舰发射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啊。过去这几个月啊，咱们成天吐槽马老板是吧？这不好啊，咱们还是夸一夸马老板啊。这次呢，马斯克的星舰啊，据称啊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火箭，实力确实很强。虽然他裁了好几千人，我们吐槽的比较多啊，但是你裁的这些人可以去火箭公司上班吗？那这次发射呢，我们也看了现场直播啊。发射完之后那几分钟啊，确实全场欢呼，取得了意想之中的成功。但是呢，在8分钟之后又传来了失败的消息啊，就有几个推进器呢，它没有完全点燃，空中呢就失去姿态了，然后就放烟花了。所以呢，这么看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那咋说呢？这反正如果是咱们新闻报道的话，起什么标题啊？那只能说是这个马斯克史上最强大火箭发射失败，比较遗憾，这是正常标题。那咱们要写一个带转折的标题呢？马斯克星舰火箭发射成功，第2行啊，但以失败告终。哎，那这个时候来了啊！如果你是公关公司的老板，怎么样来报道这次发布会？他毕竟没最后成功，爆炸了啊！怎么来说这个事儿？怎么来写这个标题啊？刚才学会了咱们公关课的同学们，来，现在给你们个机会啊，你们来写标题，怎么写？实事求是，但是呢又让人满意的标题，怎么写？来，我来公布答案啊！马斯克这次发射非常炸裂，是不是又成功又失败是吧？马斯克这次发射啊，燃炸了。好的，那这不开玩笑啊。这个说回正轨啊，为什么这个火箭呢？它比较厉害啊，不在于说这个推力多大，而在于马斯克的火箭都是可回收设计啊，也就是说特别便宜啊。你说你一次啊，比如1000万、几个亿，但是你平摊到多次那就便宜了。那从已知的资料来说呢，它平摊下来一次发射成本啊，也就200-300万美元啊，就跟白捡一样，非常的便宜。另外呢，采用的是大力出奇迹的策略，它呢200万美元就可以对应差不多100吨的运载能力，平摊到每公斤呢，发射到太空的成本可以低到10美元1公斤。一旦未来规模化、量产化，将会彻底的改变航天运输的潜力。发射1公斤到太空，约合人民币70块钱。你说这，我之前发个国际快递是吧？从海外买个东西，运费还700多。好家伙，你发个卫星是我这个运费的1/10。所以啊，我向马斯克道歉啊，以前我不应该成天吐槽你，以后我这个快递就你给我运吧，好不好？既然马斯克的实力这么强啊，我们把发现外星人的这个任务也交给马斯克啊，期待马斯克呢早点把火箭发射到火星外太空。但是马斯克本人还是比较低调，他表示，我目前呢还没有发现外星人存在的证据，如果我发现了，我立刻发推特。不愧是推特老板啊！看起来啊，马斯克啊，在过去这些年来咱们国内取经啊没白来啊。比如说这几张图片，加油啊，马老板！科技圈的好人好事很多啊，如果还想看到主播疯狂表扬各家厂商，赶紧关注一下我们，要不然下周你大概率就听不到这么好听的表扬了。我是大爷，咱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又到了上电视的时间，关于冰激凌事件，官方声明出来之后啊，所有的观众都跑来问我，主播你为什么不更新？是不是跑宝马去上班了？不是啊，不是，我声明一下，我们并没有去车企上班。真相就是咱们的观众里边啊，都是各大公司的高管，所以啊，以后凡是看见咱们节目的观众啊，大家都客气点。另外，我之前提出征求意见的时候，咱们观众里啊，其他车企的高管还给出了解决思路，比如这位同学就说网上流传的视频啊是倒放，真实情况啊是外国游客给妹妹送雪糕，我们的游客没送啊，准备反思吧。我反思。当然会有同学聊到说，你这收了多少钱替宝马来在这洗？并不是啊，我其实觉得迷你这个车型还挺好看的，特别是它有一个型号啊，叫做 Countryman 啊，老乡啊，乡下人。而且我就是迷你的车主啊，我看弹幕都不信是吧？我给你展示一下。这还有什么开玩笑的呢？主播就是这么大气啊，说买车就买车。